你主人找你不到，自己躲到这儿来了。我要是把你抱回去给钟姑娘，她一定特别开心。哎，来，乖雕儿，过来了啊！雕儿，雕儿，乖雕儿，乖雕儿，乖雕儿，过来了啊！啊！喂，你怎么这么不讲道理啊？我是你主人的朋友，你竟然敢咬我，你我这芒古朱蛤，这就是号称万毒之王的芒古朱蛤。雕儿小心啊！雕儿小心！雕儿死了。钟姑娘倘若知道了，可不知有多难过。这蜈蚣怎么也来凑热闹？哎，这可是我嘴巴，可没弄错了，当做是蜈蚣洞。朱寒兄。你要干嘛？朱寒兄，快快捉住蜈蚣出来吧！再下去肚子里可没什么好玩的。我怎么又能动了？想必是那芒古朱蛤和那蜈蚣进了我肚中，以毒攻毒，反而解了雕毒。进到我肚中，启禀皇上，皇太帝府詹事启奏，皇太帝世子突然中邪，已派了太医前去诊治。怎么会突然中邪了呢？太医怎么说？世子昨晚被人带去万劫谷，是皇太帝带他回来的。太医说病得不轻，似乎有点神志错乱。百家镇南府，朕要去看看玉儿。是。玉儿，玉儿。太医，我好难受啊！快救救我！快救救玉儿，玉儿，玉儿，爹，玉儿，皇上驾到！我好难受啊，娘！玉儿，玉儿，你怎么了？不，我要死了！皇兄，昨晚玉儿被南海恶神带到万劫谷去，不知怎么的当场昏倒。公主把她送了出来，是臣弟把她带回府中，说要醒来便发起疯来。我看玉儿是在万劫谷中中了邪毒，没有全部清除。臣弟，时间不早了，
你赶紧去陪那2个小师傅去深界寺，玉儿就交给我吧。孩子，是。太医，玉儿的状况如何？启奏皇上，世子脉搏洪盛之极，似乎体内有些血气过旺。下去！微臣告退。玉儿，你见过星宿海的丁春秋吗？丁春秋。对，此人有一身邪门功夫，叫做化功大法，可以消人内力，使你毕生武学可以毁于一旦，武林中人无不深恶痛绝。你既然没见过他，为什么会这门邪门的功夫？我孩儿也不知道。您说的这个星宿老怪丁春秋和化功大法，孩儿都是第一次听说。一定是延庆太子学过这门邪功，不知使了什么古怪法道，将此邪功渡入玉儿体内，让她不知不觉的便害了我和纯帝。看来只有向几位长辈去求救了。玉儿，我这就带你去天龙寺。阿弥陀佛，镇南王世子身中奇毒，前来请求医治，岂肯四位大德指点明路？便是烧损内力，也未必练不成六脉神剑。多谢长老们成全。玉儿，四位长老愿意为你耗尽功力，为你驱邪制毒，还不快跪下叩谢？强敌日内将至，天龙寺百年威名摇摇欲坠，这当口值得为他白增功力吗？不知枯荣大师在此，晚辈有失礼数，多有罪业。方才枯荣大师说有强敌将至，不知乃是何人呢？大雪山大轮明王之约，明日便是。本爷将那信与他瞧瞧。当年与慕容博先生纵论当时武功，慕容先生对贵寺六脉神剑推崇备至，深以未得拜官为憾。近闻慕容先生仙逝，哀痛不已，为报知己，拟向贵寺讨求经书，焚于慕容先生墓前，日内来取。这六脉神剑是本寺镇寺之宝，是我大理段氏武学的至高法药，藏于本寺，连郑明、郑纯都不知晓，却不知那姑苏慕容氏从何得知。所谓善者不来，来者不善，
故才请枯荣师叔出来主持大局。这大轮明王有恃无恐，难道他就不怕六脉神剑吗？此事说来惭愧，此经虽藏于本寺，我们无一人能练成六脉神剑。那大轮明王若是自己请求一关，我们婉言谢绝也就罢了，可他竟要焚化烧给死人，哼，也太小觑我天龙寺了。师弟不必动怒，我瞧那大轮明王似是在模仿古人无忌札目前挂剑之举，能得此人如此钦佩，想必那慕容先生也定非常人也。师叔估量敌势，我们若是不能练成六脉神剑，只怕宝经为人所夺。只是这功夫所以内力为主，实难一蹴而就。证明非是我们袖手不理，只怕大家内力损耗过大，强敌猝然而至，实难抵挡。我看玉儿中邪毒虽深，但数日内性命无碍，不如留在此地静养，待退敌之后，我们再为他驱毒如何？方丈仁德，证明感激不尽。方才枯荣长老说，大轮明王一事，不知证明可否尽些绵薄之力啊？说来也巧，若让我们其中一人去练六脉神剑，短时间必定不成。于是我想了一个取巧的法子，每人各系一脉，6人一齐出手。证明，你既来了，就来凑凑数吧。不过，我们这六脉神剑不传俗家弟子，你需剃度了，我才能传你。皈依我佛，乃是证明的夙愿。护法护寺，义无反顾。好，既如此，你过来，我给你剃度，待退了强敌，你再还俗。伯父，三昧，成就一切，微尘定。而彼微尘亦不增，语意普现，难思畅。入我佛门，法名本尘。谢师父赐名。六脉神剑并非真剑，乃是以一阳指的指力化作剑气，有质无形，可称无形起剑。所谓六脉，即手之六脉太阴肺经、厥阴心包经、少阴心经、太阳小肠经、阳明胃经、少阳三焦经。本尘师弟，六脉之中，你专攻手少阳三焦经脉，
脉神剑本该由一人同使六脉剑气，但当今武学衰微，已无人有如此强劲浑厚的内力。我等只得退而求其次，分使这六脉剑气。师叔专练拇指少商剑，我专练食指商阳剑，本关师兄练中指中冲剑，本陈师弟练无名指关冲剑，本相师兄练小指少冲剑，本参师弟练左手小指少泽剑。大敌当前，我等务必心无旁骛，专心致志。我这小臂是怎么回事？感觉有老鼠一样的东西要钻出来。这地方，伯父，这地方是那经络图上画的骨醉穴，怎么比之前更加难受啊？想必是五位大师又给我灌输了不少内力，使得体内真气更加紊乱强劲了。大师们正在专心练功，我不得打扰。不如依照图形运转真气，分散一下注意力吧。从孔醉穴到太渊，再到池子，向下而至鱼际。哎，奇妙奇妙！如此运转一番，心中烦恶竟能减轻不少。哎，这功夫竟能解我身上的痛苦，那我都看了，是不是？啊！哎呀，不行，这是天龙寺绝学，我非寺中弟子，不能擅学啊。我只看看，我不学，我就看看。啊，六脉神剑，不传俗家弟子，只求缓解体内真气冲撞之苦，能让气流在手上随心所欲。奇怪，这边来的也快，去的也快，倒叫伯父他们白担心一场了。怎的那些小沙弥们还不送些素斋面食过来？哎，也罢，还是先去找点东西吃吧。法师留步。
前面乃本寺禁地。来了，来了！善哉善哉，大伦明王驾到。玉儿，你留在房中，不许出来。明王远来，老衲为客远迎。天龙寺威名，小僧早已倾慕。今日得见宝刹尊严，大为欢喜啊！阿弥陀佛。小僧我这次来，是有一个不情之请，还望诸位高僧大德能够大发慈悲呀。明王与慕容先生相交一场，即是姻缘，姻缘极尽，何必强求？慕容先生以往生极乐与人间武学，又岂在错意？方丈所言，甚为至理。只可惜小僧我生性愚钝，实在是放不下这旧友之情啊。昔日我与慕容施主谈武论剑，论及剑法，他首推你们大理段氏的六脉神剑为首，只可惜他也未曾见得。这可是施主一生之大憾事啊！小僧曾经夸下过海口，要借得六脉神剑的剑经，借于施主一阅。这大丈夫一言既出，不论生死，更何况小僧我绝不会自食其言的。这宝匣里放着，可是3本奇书，都是慕容施主生前亲笔手书，记载的是少林寺72绝学的练法要旨，以及破解之道。小僧今日愿用这3本奇书，换贵寺的六脉神剑剑经一把。当然了，小僧我年轻识浅，光靠我嘴说，怕难以博取诸位大师的信任，那只好在大师面前献丑了。拈花指，小僧的拈花指指力，自然是比不过少林寺的玄度大师。这多罗叶指嘛，皆知名不虚传，佩服。过奖了。那现在大师的意下如何？国师以3门指法见教，可见诚意。只是我们自己的一阳指尚此修习不全，要旁人的武学奇经作甚？小僧说句不知天高地厚的话。如果六脉神剑真如慕容施主说的如此精奥的话，我看如今你们天龙寺应该无人可以练成吧？
送客。国师，请。既然六脉神剑剑经如今已是徒有虚名，大师何必为了一本剑经，伤了大理和我吐蕃的和气呢？国师言外之意，若是天龙寺不交出此经，大理、吐蕃两国便会兵戎相见。我吐蕃国主非常了解大理的风土人情，早就有会猎大理之意。我只是担心此举会多伤性命，有违我佛慈悲之意。小僧我已经劝解多年。国师既精通少林72绝学，复又精善大雪山大轮寺武功，既要经书，出手便是。剑果然有少泽剑法。好，中冲剑法。莫师凝神观剑，自观自学，不为祖训。
大师内力深厚，小僧甚是钦佩啊。不过，你们这个六脉神剑，就是浪得虚名。如何浪得虚名？倒要领教。当年慕容施主亲慕的是六脉神剑剑法，而非六脉神剑剑阵。你们6个人合在一起，是威力颇大。不过，和少林寺的罗汉阵法、昆仑派的混沌剑法不相伯仲，算不得天下第一。剑法也罢，剑阵也罢，是国师赢了，还是我们天龙寺赢了？这第一仗嘛，贵寺稍占上风。不过我已经答应了慕容施主，要带走剑经，岂能知难而退呢？大师放心，我已经想到了克制之法。接招吧！这一掌之上可以生出数股力道，而伯父他们只能舍剑用掌。这六脉神剑显然是不及他的火焰刀了。得罪了。枯荣大师，没想到你如此刚烈，就算毁了经术，也不减小僧一跃。罢了，贵寺的经术毁在小僧手上，小僧心中十分不安。不过，我看这六脉神剑，并非一人之力所能炼成，拿着经术也就没用了。小僧告辞了。不错。伯父，我吐蕃国主早就听闻保定帝威名，现在就请放下你的身段，
和我去吐蕃一叙吧。诸位大师，小僧并无加害之意。如果你们再是苦苦相逼的话，那我可就不敢保证了。放开我伯父！尊驾是谁？你莫问我是谁，先放了我伯父再说。玉儿，不要管我，我现在只是闲云野鹤一老僧。别忘了，速速通知你爹登基，传接大宝。仗着这奇异的步伐，居然敢偷袭本座！你才是偷袭暗算，卑鄙小人！6脉神剑，看来我还真是小瞧你这个臭小子了。那就看看你究竟有多少本事！死的经书，我带走一部活的。从此以后，慕容施主九泉之下就有人陪伴。告辞。段公子，这些日子，本座对你多有得罪，心中甚是不安呐。若干年以前，我和慕容施主有一个约定，要将你们段氏的6脉神剑借他1月。此约未见，本座心中一直是耿耿于怀。还好公子心中记得剑谱，我只好将公子带到慕容施主的墓前焚化，依了此约。这样本座也就不会辜负故人了。当然了，段公子乃是人中龙凤，你我又无冤无仇，我怎么可能害你的性命呢？只要段公子将心中记得的经书抄写下来，你放心，本座绝不偷看，即刻固封，带到慕容施主墓前焚化。这样也算了了我一个心愿。段公子也可以早日回到大理呀。大师，你的这一番话是骗不了我的。你说，你与慕容先生有此约定，是真是假，我们谁也不知道。在你拿到剑经之后，必定仔细阅读一番，是否真的拿去焚化，谁也不知道。就算拿去焚化了，以你的聪明才智，读过几遍之后，岂有记不住的道理啊？段公子，你我皆是佛门弟子，怎可以如此胡言妄语啊？善哉善哉。
段公子既然如此，本座只好稍加逼迫了，也是为了保全段公子的性命，尚且勿怪啊。你放心，你若是耐受不住，我即刻收手，让段公子抄写经文。我写了剑经，你便会杀了我的。我若不写这剑经，你就舍不得杀我。我写经便是自杀，此劫我早就想通了，鸠摩智大师。我佛慈悲。跟谁学的？什么化功大法？我们段氏子弟以为都像你一样，净搞一些旁门左道吗？胡言乱语！我这一刀要是低了半尺，你的脑袋会如何？大师既然一定要苦苦相逼，我写。大师，六脉神剑剑法精妙，你可看仔细了。哎呀，大师，这日子隔得久了，我记性也不是太好。哎，我平时啊就总糊里糊涂的，这剑法呀，我不知道有没有记错。哎，不过没关系了，反正你也不看，你只是拿它去慕容老先生的墓前焚化。到时候慕容老先生一个人在阴曹地府啊，自己练得走火入魔，自觉鬼脉，嘿嘿，想来他是不会怪你的啊。臭小子！我一心想保全你的性命，你还是执迷不悟。好，我就带你到慕容施主的坟前，将你焚化了。你心中记得的剑谱，就不该是假的吗？好，那我只能从今日起努力忘掉正确的剑招。想来啊，那慕容老先生的阴魂也是无可奈何的。你。小僧鸠摩智拜见少林寺方丈。阿弥陀佛，原来是吐蕃国师到了。敝寺今日正有一事难以分剖，
便请国师主持公道，代为分辨是非。国师，方丈要小僧来主持公道，万万不敢。不过，刚才我在山门之外，听到哲罗星大师和玄残大师对武学的争论，小僧倒是觉得你们二位所说的都有不对之处。敬请国师指点开示。哲罗星师兄，你刚才说少林寺的72绝学，似乎没有人可以门门精通，此话差矣。而师兄，你刚才说的摩诃指、般若掌和大金刚拳，乃是贵寺的秘不外传的绝学，除了少林寺嫡传弟子之外，外人不可能知晓。这句话也不对。据国师所言，有人以一身而能兼通必派72门绝技。不错。敢问这位大英雄是谁？英雄嘛，倒是愧不敢当啊。便是国师。正是。这怎么可能一个人就可以解答？国师并非我少林派中人，然则摩诃指、般若掌、大金刚拳等几项功夫，却也精通吗？那就请诸位大师多多指点。金刚拳的洛中东应，般若掌中的摄伏外道，还有摩诃指中的三入地狱，这国师神技，令小僧大开眼界，佩服佩服。老衲数十年苦学，方知天外有天，人上有人。波罗星师兄，少林寺潜水难养蛟龙，伏伯之地留不住侠客，你请自便吧。且慢！照方丈所言，少林寺的72绝学，并非是少林寺原创，那这个“绝”字，就该改一改了吧？但是师父，这鸠摩智他武功实高，但是他用的不是我们少林寺的武功。瞎说！方丈都没有异议，你如何敢说这样的话？鸠摩智国师连使的3门绝技，你连学都没有学过，又怎知他不是我少林武功？愚蠢，愚蠢！师父，是真的，他用的武功虽然是，但是我们少林寺的招式，但他的内功不。别说了。怕了，方丈师兄，你不如依小僧所言，今日就将这少林寺散了吧。国师已占上风，其本寺方丈也允许天竺番僧自行离去，为何还要如此咄咄逼人，不留丝毫余地？小僧我独自一人来到中土，就想见识一下少林寺的风范。今日见了诸位大师的言谈，见了大师们的举止，还不如南疆大理国的天龙寺。小僧我
也是大大的失望啊！大理天龙寺枯荣大师和本因方丈佛法渊深，凡我世弟子，无不敬仰。出家人早已断了争强斗胜之念。国师说我少林不及天龙，岂足介意？早就听闻玄度大师的拈花指练得出神入化，若今日能够得戒，那也是三生有幸了。太师傅！太师傅！太师傅！怎么样？你没事吧？没事吧？怎么样？太师伯，把这个吃掉。太师伯，千万不要运功，这样伤口会流血的。国师的拈花指如此了得，老衲拜服。太师伯，这个人用的不是拈花指，也用的不是我们佛门的武功。虚竹，别瞎说。你说小僧我用的这拈花指，不是佛门武功，那你把少林寺的绝学置于何处呢？我太师伯用的就是拈花指，是我们佛门正宗的武学，而你用的不是拈花指，用的也不是我们佛门的武功。你承认啊？你用的不是。你少林寺武功明明打不过人家，那就甘拜下风，找什么借口啊？哎呀，是啊，我没有找借口，他用的不是拈花指。师傅，他用的真的不是拈花指，他用的不是佛门。既然打不过人家，也就回来吧。对呀，这位师傅，他用的不是我们佛门的武功，他用。之下，他还在狡辩，那是打不过人家。对呀，哎呀，回来吧，啊，师傅，也就回来吧。对呀，你怎么知道他是不是？对呀，方丈，师傅。他用的不是拈花指，他用的不是我们佛门的武功。太师伯，他真的用的不是佛门的武功，不是佛门武功啊！太师伯，你们听我说，他真的用的不是少林的武功啊！你们怎么就不相信我呢？他真的用的不是拈花指，不是少林武功。你们怎么就不相信我呢？真的不是少林武功。回来吧，回来啊！下就说了，对呀。小和尚，功夫不错呀。那你再看看我这招般若掌，是不是你们少林的武功？和尚，你用的不是少林寺的武功吧？
小和尚施的不是佛门功夫啊！对呀，我到你们少林寺了，就是想领教你们少林寺的功夫，还有一些旁门左道的功夫来和我对招。阿弥陀佛，国师误会了，小僧天资愚钝，入寺后只学了韦陀掌、罗汉拳这种入门级的武功，小僧万万如何，不敢和国师比武，小僧冒昧了。哼，你倒还有自知之明，知道不敌就退下吧。是。虚竹，方丈师父，你是本寺第3代传人，国师万里远来，良机难逢，你便以少林寺罗汉拳与韦陀掌的功夫，请国师指点几招吧。方丈怎么让他去啊？他是那个想怎么会让他去？你怎么让他去？我什么都没用，手里的变化，行吗？是。阿弥陀佛。虚竹会不会被打死啊？看吧。阿弥陀佛。小和尚，这下服了吧？施主，你没事吧？施主，怎么样了？没事吧？施主，难道是北冥神功护体？持他此拳并无大碍。受我一拳就无事。随行退。这是多罗之法。燃木刀法，好快！千手如来掌，真是厉害呀！此人自称一身兼通本派72门绝技，莫非大言虚语？虚竹仅需一招黑虎掏心就能应付自如，甚是难得呀！罗汉堂的菠萝蜜手，大水杯手，阴陀罗爪，
果然浩瀚之言，高深精妙。主人，小心！修炼山呢？是。怎么回事啊？是谁呀？不知道。你们怎么来了？你们怎么这身打扮？主人，是他主人，为什么？怎么回事啊？谁呀？主人？对呀，主人。少林寺不光以众欺寡，而且还暗藏春色。春色？啊？哪来的春色？居然是这种人！是啊。哎呀，这就是该呀，罪过子呢？怎么会有这种事呢？列位师兄，还是先请示斋饭吧，再做论处。少林寺除玄子辈众位师兄弟外，其余众生各回僧房。虚竹、慧伦，你们留下。4位女施主也稍作等待。是。吁！来者何人？姑苏慕容复。啊，原来是慕容公子。我乃丐帮弟子，本帮帮主庄聚贤，为使中原武林上下归心，不日将亲往少林，与玄慈方丈争夺武林盟主之位，特邀各位英雄、各位豪杰前往一同见证。告辞。这。这个庄聚贤好大的口气啊！看样子这个姓庄的武功了得，才敢叫板玄慈方丈。不过丐帮内讧，他不忙着收服帮众，反倒去招惹少林寺，未免太不明智。非也，非也。那易大彪不是说姓庄的是个傀儡吗？帮内事务全由全冠清掌控，想来他资历太浅，难以服众。全冠清才想出这样的办法，让他以展扬名，替他立威。三弟说的有道理，公子爷，现在该作何打算？本来就要去丐帮交还榜文，不如先去一趟少林，看看这姓庄的到底什么来路。原来如此，若非你有此番奇遇，又怎能敌得过吐蕃国师的神通武艺？方丈师父，弟子无名障重，尘垢不除，一遇外魔便把持不住，接连犯了婚戒、杀戒、酒戒、淫戒。弟子还背弃本门，学练旁门外道武功，招致4位姑娘来我少林寺，毁我少林寺清誉。弟子罪大恶极，罚不胜罚，
但是弟子还是想请我佛慈悲，方丈慈悲。各位师兄师弟，虚竹有此番遭遇，委实大异寻常。事关少林寺千百年的清誉，老衲一人不便擅自做主，邀请众位共同斟酌。启禀方丈，虚竹过失虽大，但功劳却也不小。若不是他出手镇住那番僧，本寺在武林中哪里还有立足之地？那番僧故意败坏我少林声誉，这等奇耻大辱，全仗虚竹一人挽救。依小僧之见，命他忏悔前非，抵消罪业，然后在达摩院中精研武技，此后不得出寺，不得过问外物，也就是了。以他武功造诣，这达摩院也是去得，但他所学乃旁门武功，少林寺达摩院能否容下这旁门高手？玄才师弟可曾细想过此节啊？以师兄之见，那便如何？虚竹有功有过，有功当奖，有过当罚。那4位姑娘来到本寺乔装为僧，并非虚竹授意。咱们坦诚向鸠摩智及神山诸位说明真相，他们信也好，不信也罢，我们无愧于心，更不必理会旁人妄加猜测。但虚竹他背弃本门，另学旁门武功，这少林寺只怕是再也容不了他。虚竹仗着自己的武功连犯诸般戒律，本应废去他的武功，逐出山门，怎奈他之前的武功早已为人化去，现在的武功并非出自本门，咱们无权废去。方丈师父，诸位太师伯、太师叔、师伯、师叔、师父，弟子恳请你们慈悲开恩，给虚竹一条重新改过之路吧。不管什么惩罚，弟子都甘心领受的。只求师兄诸位不要将虚竹赶出寺去。弟子求你们了，求你们了！求你们了！虚竹，方丈，且听老僧一言。眼前还有6件大事尚未妥善解决，若现在将虚竹逐出寺去，那可难了。师弟所说的6件大事，第1件是鸠摩智未退，其2是波罗星偷盗本寺的武经，那第3件乃是丐帮新任帮主庄聚贤欲为武林盟主。师弟，那其余的3件何止？悬悲、悬难、悬苦3位师弟的性命，阿弥陀佛。老衲只为本寺方丈，于此6件大事，无1件能善为料理，为师汗颜。可虚竹身上的功夫全是逍遥派的武学，难道我少林寺的大事还要靠别的门派料理不成？以方丈之见，该如何是好？我辈皆承前辈衣钵，今日遭逢极大难关。以老衲之见，当依正道行事，宁为玉碎不为瓦全。倘若大家齐心尽力，得保少林清誉，那实乃我佛慈悲。若魔盛道衰，老衲与各位师兄师弟以命护寺，以身护教，这也问心无愧。少林寺千百年，
造福天下不浅，善缘深厚。相信，即使只是一时受挫，也不至于落得一败涂地、永无复兴之日。方丈高见，愿遵法旨。玄奇师弟，明日一早，你来执行本司戒律，给大家一个交代。是。玄参师弟，烦请你通知吐蕃国师与众位高僧，明日请他们到演武阁来，做个见证。是。虚竹，今日你大大有功，但当下还是要以本司的清誉为重。请方丈师父，诸位太师伯、太师叔放心，明日我绝不让外人看到我有为所乞怜之相，让他们外人看不起我佛门弟子。当真如此，丐帮新任帮主亲自下书，要与少林寺一决高下，选出中原武林盟主。此事已惊动大半个中原武林，新秀白丁春秋、姑苏慕容复也已前往。阿紫呢？我们的人确认过了，阿紫姑娘确与丐帮的人在一起，他们扣住了阿紫姑娘，难说不是为了引大王出面。若是对方早有准备，咱们的人手不够，恐怕难有胜算。既然来了中原，免不了要见见老朋友。燕云18骑听令，即刻前往少林，救出阿紫。是。国师，列位师兄师弟，少林寺虚字辈弟子虚竹，身犯杀戒、淫戒、酒戒、荤戒4大戒律，私学旁门别派武功，擅自出任帮派掌门人。少林寺戒律院首作玄记，便依律惩处，不得宽待。虚竹，方丈所指罪业，你都承认吗？弟子承认，弟子罪孽深重，没有什么想辩解的，弟子甘愿受罚。虚竹，擅犯杀、淫、荤、酒4大戒律，罚你当众重打100棍，你心服吗？弟子心服。你未得掌门方丈及授业师父许可，擅学旁门武功，罚你废去全身少林派武功，从今而后不再为少林派弟子，你心服吗？弟子心服，太师叔慈悲。可惜，可惜，你既为逍遥派掌门人，为缥缈峰灵鹫宫的主人，便当出教还俗，不得再为佛家弟子，从今而后也不再为少林派僧侣了。如此处置，你心服吗？少林寺方丈大师已赐，诸位太师伯、太师叔，诸位师伯、师叔、师父，你们个个对弟子恩重如山，弟子不孝，有负诸位教诲。弟子不孝，有负诸位教诲。
子不孝，有负诸位教诲。方丈师兄，玄寂师兄，依小僧所见，小佛兄迷途知返，大有悔改之意，何不再给他一条自新之路呢？师兄指点的是，但佛门广大，天下何处不可容身？虚竹，罚你破门出界，绝非对你心存恶念，断你皈依我佛之路。天下庄严宝刹，何止千万？你若有心皈依三宝之念，盼你另投明寺，发弘誓愿，清净身心，以早证正觉。就算不再出家为僧，也要勤修6度万行，一般也可证道，为大菩萨成佛。方丈师父教诲，虚竹终生不忘。慧伦，弟子在。你身为虚竹业师，平日惰于教诲，以致今日之祸，罚你受杖30棍，入戒律院面壁忏悔3年，你可心服啊？弟子信服。太师伯，弟子想替师父受这30杖责。既是如此，虚竹共受杖责130棍，掌刑弟子取棍伺候。是。启禀方丈，启禀方丈，各路英雄拜山求见。列位师兄，有贵宾来访，今日我寺清理门户之事，只能暂缓一步。虚竹，你起来吧。是。师父，玄寂师弟，率少林寺众弟子与老衲出门迎客。段王爷，玄慈方丈，别来无恙啊！见过段王爷。段公子怎么不随阁下一同前来？哼，犬子不知身在何处，说不定还像上回一般，落入了奸人恶僧之手。国师既然在这儿，正想向国师请教呢。哼，段公子的下落，我倒是知道一点，不过，可惜了，可惜了呀！国师此言何意？小僧初见公子，见他头角峥嵘，乃你们山南万千生灵之福。谁知道，他看上了一个貌美的姑娘，从此以后，这位姑娘往东，他便往东；这位姑娘往西，他便往西。什么雄心抱负，都消耗殆尽了，岂不是可惜之至吗？不过这也是你们大理段氏家风深厚，虎父无犬子啊。是啊，说的有道理。这不孝子，总有些不循常规之礼。不知他现在身在何处？国师如果知道他的下落，还请明示。段王爷，段王爷，
我三弟他精神焕发，身体极好，您不用担心。小兄弟，你最近见过我那孩儿？爹，爹，哎呦，哎呦，孩儿在此，爹爹身体可安好吗？好好好。二哥，哎，你情有所钟，怎么又当上和尚了？既然段公子在这里，那慕容施主和王姑娘也定然在附近。慕容施主，既然已经到达山门，为何不进寺参拜呢？哪儿啊？在寺来了吗？慕容公子和丁老怪在山腰恶斗呢，待杀了丁老怪，再来少林寺敬礼如来。哈哈，丁春秋大显神功，已将慕容公子打得全无招架之功。大伙儿可想去瞧瞧热闹啊？王姑娘有难，我要速去营救她。来，玉儿。这丁老怪竟敢上少室山来，今日人人须当奋勇，为玄难师兄报仇！报仇！报仇！原来是客，咱们应该先礼而后兵。众位朋友，随老衲一起去瞧瞧星宿派和慕容氏的高招如何？好，正好。师傅真是厉害呀！快，在那边！星宿老仙，法力无边，神通广大，法定中原。星宿老怪，看来这数月里你也收了不少徒子徒孙呢。非也，哪来的那么多徒子徒孙？不过都是些黑道武林、旁门妖孽，都来当狗腿充人数的。一群三脚猫功夫，人数再多又有何用？好啊，那我就让你们见识见识真正的功夫。哈哈哈哈！亲自应战，自然是百战百胜啊！你们这些跳梁小丑，还不快快抛下兵刃，哀求我们老仙的饶恕吧！
师兄去，我陪你出去吧。啊！我又没有受伤，又没有被人点中穴道，而且我表哥武功高强，护我绰绰有余。段公子，你还是请回吧。啊！哎呀，那不成，那不成，那万一一会儿有凶险呢？ 星宿老仙驾临少室山，用小指头轻轻一点，少林寺便顷刻坍塌，叫你们无处可逃。无处可逃！师傅，我来帮你按。切！想必是丐帮帮主庄聚贤吧？怎么戴着面具，不敢露真容啊？非也，非也。其一呢是身份可疑，其二，他没有战胜的把握。若败于少林的话，他可以全身而退，以免面上无光。庄大哥，这里人很多吗？丁春秋和他那帮虾兵蟹将也来了。来了，人数还着实不少。好得很，省得我千里迢迢地跑到星宿海去找他算账。阿紫姑娘的眼睛怎么了？何时成了星宿派的掌门了？我这个女儿出于丁春秋的门下，刁钻古怪，顽劣无比。她武功平平，却也双目失明了。她居然敢反徒为师，去履丁春秋的虎穴，此事只怕难以收场。就咱们这几个人，实在难以和星宿派相抗衡了。这星宿派人多势众啊，我们难以硬抗。若是到了无法收拾的地步，只能够趁乱冲杀一番，护着他先行离开。胡混冒充，好不要脸！星宿派掌门乃是丁老仙，哪儿轮到什么姓段的来做掌门？快站出来，看我打碎他！对，打碎他！谁老头，你有本事站出来呀！哼！星宿派弟子听命，本门规矩，掌门人之位，有能力者居之。谁的武功最高，谁就是掌门。半年之前，我与丁春秋一战，我把他打的是落花流水，他跪在地上向我磕了18个响头，双手奉上了掌门人之位。怎么，他没有告诉你们吗？没有。丁春秋啊，你身为本门本派的大弟子，怎么能够做出这么胆大妄为的事情？你这简直就是欺师灭祖，隐瞒大家呀！不过是个16、17岁的幼女，双眼又盲了，怎么能做星宿派的掌门呢？这丁老贼何等难缠，又怎会输给他呢？哎呀，小阿紫啊，这个本派掌门人之位，有能力者居之，此话不假。只是你觊觎掌门大位的话，要有真实的功夫。怎么样？你就接我3招如何？嘿嘿嘿，走人！哎，我跟阿紫比武，你来干什么呀？啊！哎，
你怎么会我们星宿派的腐蚀毒啊？帮主怎能以本帮弟子性命为代价？那与星宿老怪何异？要是乔帮主在，又怎会？住手！不，你快把段姑娘放开！你快放开她！哦，原来你这小子被这臭美娘给迷住了。妙哉妙哉，再好不过了。哎，你是不准备她死吧？你快把她放开！我凭什么要放她？她是本派的叛徒，目无尊长。我不杀他，还去杀谁？不，我在这，你说什么都不能害他了。你已经毒瞎了他一双眼睛了，我求求你，你把他放了，我重重有谢的，我重重有谢。要我饶他一命，也好，不过你得替我做几件事儿。依的，100件、1000件，哪怕1万件，我都依你。好，第一件事情，立即拜我为师，从此成为星宿派的弟子。师傅在上，跪了！因为有个女人跪下了。弟子，弟子庄居贤给师傅磕头了。师傅，你该把他放了吧？啊，放了他！哼，这臭婆娘胆大妄为，我为什么要放她？当然，你要是将功赎罪，替我做几件事情。师傅，你说要弟子做什么事情？很简单，去那边，少林派的玄慈方丈，跟他挑战，把他给杀了。师傅，弟子和少林方丈无冤无仇，虽然丐帮要和少林派争雄，但不至于杀个你死我活啊！哦，你口口声声拜我为师，却违抗师命，全是虚假的。不，弟子定当尽力而为。不过，师傅你说的话，可不能不算，不能加海儿子姑娘。听好了，杀不杀玄慈是你的事儿，杀不杀阿紫，那可在于我。玄慈方丈，少林与丐帮向来并斥中原，不相同属，而今天咱们却要分个高下。胜者为武林盟主，败者服从武林盟主号令。天下各位英雄好汉，有哪位不服，尽可向武林盟主挑战。阿弥陀佛，丐帮数百年来，乃江湖中侠义道。比派历来对丐帮尤为尊敬。数百年来，少林派与丐帮交情甚好。却不知今日庄帮主为何忽兴问罪之师？我大宋南有辽国，西有西夏吐蕃，北有大理。此人竟连东南西北都分不清楚。我大宋近年来外患日深，
大伙本当齐心合力，共赴奸危。可各门各派、各帮各会却你争我斗，自己人跟自己人打架。契丹人萧峰单枪匹马的一闹，中原豪杰便打了个败仗。又听说西域星宿海的星宿老怪，他是星宿老怪，你就是星宿小妖。星宿老仙，法力无边，神通广大，威震天下。星宿老仙，法力无边，神通广大，威震天下。无知小儿，蠢笨如驴，大放狗屁，奇臭无比。那你也来一段啊！你也来一段啊！来一段，就是啊。树不要皮，必死无疑；人不要脸，天下无敌。星宿贼驴，没脸没皮，乌合之众，尽放狗屁。正是因为我江湖同道不能齐心合力，以致实受藩邦欺压，我丐帮主张立位武林盟主，大伙儿听奉号令，就算有什么大事发生，也不至于乱成一团了。玄慈方丈，你赞不赞成？庄帮主如此说，倒也言之有理。只是老衲有一事不明，可否请教啊？快说。庄帮主已拜丁先生为师，便算是星宿派门人。星宿派乃西域门派，即使中原武林同道要推举一位盟主，阁下怕也不便参与了吧？方丈所言极是，你是藩邦门派的走狗奴才，岂可妄想做我中原武林的盟主？哎，方丈所言差矣啊！老夫乃是山东曲阜人士，星宿派是居住西域，那也是我暂时的居住之地。要争论起来，少林武功乃是天竺达摩祖师所创，我想，你这少林派才是西域门派吧？天下武功根源难考，本帮庄帮主就是中土人士，本派又是中原门派，自然是中原武林的领袖人物啊。玄慈方丈，今日之事，当以武功强弱定胜负，不以言辞舌辩定输赢。只要你二位首领出来比试一番，高下立判。哎，若是不愿出手，也可以甘拜下风，推举我们庄帮主为武林盟主，那也未尝不可呀。哎，阿弥陀佛。庄帮主既然执意要老衲出手，倘若我坚不肯允，倒好像是对贵派不够尊敬。各位英雄，今日人人亲眼目睹，我少林派绝非要与丐帮争个高低贵下，实在为庄帮主步步紧逼，老衲退无可退，方行此亲者痛，仇者快之事。今日咱们都是见证，少林派丝毫没有理亏之处。比武较量，强存弱亡，说不上谁理亏不理亏，快来动手！好，那老衲今日便以本派的大金刚掌和降魔禅杖，领教一下丐帮的降龙18掌和打狗棒绝技，好让天下武林好汉亲眼目睹丐帮数百年来帮主的嫡传功夫。阿弥陀佛。这是星宿派的邪门功夫，
不是丐帮的功夫。和少林派比武，不能使用邪派功夫。帮主，你应该使用降龙18掌才是啊。哼，星宿派神功比降龙18掌不知道强到哪儿去，干嘛不使强的，反而使差劲的？哈哈哈哈！就是啊，星宿武功天下第一，战无不胜，攻无不克。降龙臭掌，狗屁不值，狗屁不值。是谁说降龙18掌不如星宿派的武功？哎，谁呀？这谁呀？众位兄弟，萧峰已被逐出丐帮，诸位不需再用旧日称呼。乔帮，乔大侠，自别之后，咱们众兄弟每日都很想念乔帮主啊。就是你说星宿派武功远胜于降龙18掌。哦。眼睛怎么了？我眼睛瞎了，是丁春秋那个老贼弄瞎的。姐夫挖瞎他的双眼，替我报仇。你快把阿紫姑娘放开！你快放开她！阁下何人？在下是，我是丐帮帮主，庄帮主。段王爷，令千金在此，交给你了。姐夫！姐夫！司魁、赌城，把小姐带到安全的地方，务必保其周全。是，主公。我不走，姐夫，姐夫！我不走，姐夫！妙计妙计，王姑娘，我，大哥，大哥，兄弟，别来可好，可想杀小弟了。别来无恙，一言难尽。万幸，你我都安好。乔峰乃是契丹人，人人得而诛之。今日可不能再让他活着走下这少室山去。对，我们一起杀了他！这儿来了就别想走，留在这儿，别走了，不能留下，把他留下来，留下，眼里。可现在时局恶劣，只怕我们两兄弟难再多续。你先退开吧，山高水长的。咱们后会有期。大哥，
兄弟自当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今日大哥有难，小弟焉能苟且偷生？萧大侠与我与小女有恩，然臣我会设法冲入人群，助他脱险。是。可是对方人多势众，主公又有何妙策脱身？大丈夫恩怨分明，当尽力而为，以死相报。乔峰身负我玄苦师兄命案，罗汉堂弟子把守下山的各主要路口，此事不调查清楚，绝不容他再下少室山。是。公子爷，今日各路群雄齐聚在少室山，你看，我们是帮的少林，还是帮的丐帮呢？我看那丐帮的什么帮主庄聚贤，只是个小人，远不及萧峰豪侠仗义，竟然拜那个丁老贼为师，真的不知羞耻。要不然，我们就相助那少林，灭一灭那小子的威风，让那丁老贼也知道我们的厉害。公子爷意下如何？各位兄长，我们以复兴为第一要务，岂可居于个人的私怨？萧峰杀师杀父，乃中原武林之公敌，我慕容复又岂能视而不见呢？萧兄，你是契丹英雄，我慕容复今日想领教阁下高招，便是死在萧兄掌下，也算是为中原英豪尽了一份薄力，虽死犹荣。慕容兄，这就是你的不是了。我大哥与你远日无冤，近日无仇，当时大家都怀疑你的时候，也曾为你分辨，你又何必趁人之危呢？段兄想做打抱不平的英雄好汉的话，一并上来赐教便是。我又有何本事赐教于你啊？不过是说句公道话罢了。嘿嘿，姓萧的，我看在你年轻，让你几招。现在开始，我不让你了啊！姓萧的，杀父之仇不共戴天，今日咱们便来做个了断吧。你们三个，一起上吧！拿酒来！诸位兄弟，这位是大理段公子，我的结义兄弟。今日我们身陷重围之中，寡不敌众，势难脱身，你我生死与共，生也罢，死也罢，咱们痛痛快快的喝他一场。好，今日必须与大哥好好的喝上一场。大哥，三弟，二哥，三弟，大哥，你们喝酒为什么不叫啊？大哥，此人便是我的结拜二哥，他出家之时法号叫做虚竹，我和他结拜的时候，把大哥也一并结拜在内了。二哥，还不赶紧拜见大哥？哦，虚竹拜见大哥。我这兄弟做事有些痴情，竟将我也结拜在内了。来，快起来！此刻情势凶险，生死
就在顷刻。这位兄弟敢挺身而出，定是重义轻生的好汉子。能结交此英雄好汉，不枉了。这18名契丹勇士，对我忠心耿耿，平时相处如手足。今日，咱们大喝一场！喝！干！干！大哥，丁春秋就交给我吧，我跟他有好多账要算。丁春秋，今日我要为我逍遥一派的师父、师兄，还有我少林寺的同门师兄弟们，还有我太师叔玄难大师报仇！想不到二弟的武功如此了得。大哥，18旗听令，保护段公子。是。
生中说要和2位哥哥同患难，事到临头却躲在这里受人保护，算什么义气？左右是个死，大哥二哥如此英雄了得，我这老三可不能太不成话。玉婆婆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启禀主人，属下收到梅兰竹局4位姑娘传书，得知少林寺和尚要为难主人，便知会各部精锐前来营救。幸好主人无恙，属下不胜之喜。玉婆婆，我可是少林寺弟子，你的言语不得无礼的。是，属下知罪。结账！要死要活，死有什么好？当然是活着有滋味了。别杀我师父！打他如同打我元老！休伤我儿！表哥小心，大理段氏阴阳术不可轻敌。
休伤我爹！这招是六脉神剑。是。爹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公子接刀。 丐帮向来以人侠为先，你身为一帮之主，竟与这些新秀派的妖人同流合污，辱没了丐帮数百年侠义的美名。走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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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吧。 赶紧给他几片生死符，让他知道厉害。于婆，要这生死符，得要些酒水吧？妙极，妙极！掌门师叔，快杀了丁春秋，给祖师爷和师父报仇！ 师叔，快取解药！这毒药好生厉害。痒死了！星宿老怪，赶紧交出解药，否则叫你永远都解不了这生死符。掌门师叔，快动手啊！师门之仇，焉可不报？ 师叔，取解药要紧。于婆婆，你看他现在这个样子，也拿不了解药。要不我们先把止痒丸给他吧，好吗？这半粒解药可以解你3日之痒，3日之后奇痒复发。 我主人是否还会给你解药，就要看你乖不乖了。
解药。嗯。好好好。这个红的是外涂的啊，白的是内服。段兄，你这招恶狗吃屎是大理段氏的独门绝技吧？不是。公子借笔。三弟，你6种剑法起始，转换之时中间会有空隙，不妨只使用1种剑法试试。多谢大哥。这南慕容北条风奇名已久，今日得见，果然是名不虚传啊！大理段氏的6脉神剑着实了得，便的姑苏慕容也不落下风。阿朱那日所以甘愿替死，是因怕我杀他父亲之后，大理段氏必定找我复仇。三弟剑法如此神奇，倘若真与我为敌，胜负难测。灵鹫宫主人英雄无敌，令小的实在佩服。天下武林之主，非主人莫属啊！丁春秋，你灯烛之火，竟敢跟日月争光啊你！这老东西居心叵测，恳请主人早日除了此仇来呀！对，除了呀！你们这些无耻小人，怎么能将吹牌星宿老怪那番陈词滥调、无耻言语，转而称颂我的主人？这真是无礼之极！是，小的呢，给您换个花样。保管各位仙姑满意，满意！各位仙姑貌美如花，胜过西施，胜过杨贵妃呀！混账！胜过西施，各位仙姑摆起来，无耻行为，把他们都带下去。阿弥陀佛，少林寺须字辈弟子虚竹听令。
手下留情。我是你心中所念，只有你表哥一人。段某敬你，爱你，绝不愿令你伤心难过。月儿。 公子，人家饶你性命，你却反下毒手，算什么英雄好汉？我萧某竟与你这种人齐名！